在我从太平洋，然后终于开到了大西洋。我环美自驾的行程已经成功了超过一半。嗨，朋友们，我是蓝放，眼前的画面就是美国的芝加哥。我裸辞环游世界，从美国洛杉矶自驾横穿，我终于来到芝加哥了。在这里，我看到了蝙蝠侠电影里最经典的建筑群取景，也感受到全美国最危险的城市是否名副其实。我现在来参观一下芝加哥的一个主城区啊，对，是摩天大厦的这个密集程度，一下子感觉要回到了上海一样，真的跟美国大多数的那个城镇都不太相似。像洛杉矶和西雅图，它的那个downtown市中心都是很小的，对，可是感觉芝加哥的整个downtown面积非常的大。而且摩天大楼的那个数量级就大了一个层次吧，对 ，huge， 对 ，too many。芝加哥是全世界大城市最早期的一个模板，也同时让芝加哥建筑学派闻名于世。但更有趣的是，其实现在中国才是全世界高楼大厦数量最多的国家。芝加哥的治安不是说不太好，但是看到的那个downtown，还有就是北部的区域都很干净、很安全，对。可是同时呢，然后又是有大量的行车，然后在街道上或者在超市周边巡逻的，可能就是治安好的地方就是依靠然后更多的警力去维持得来的。对，至于危险的地方，南部就不太敢去了，对，可能那边就没有这么多警车了。走在这个芝加哥的街头，就有一种 Plus 版的上海的感觉，因为它是全世界这种城市群的一个最初始的模板嘛，所以它确实，然后整个那个市中心的规模修建得非常的宏伟，非常的壮观，对，芝加哥学派的建筑，然后也很漂亮，不过就还是太拥挤了一点，然后跟美国中部和西部所有的那种城镇式的那种环境相比，这里就很大很密集。其实我只有短短2天在芝加哥的步行参观，可我也有过街头被人无差别叫骂的记忆。芝加哥坐落在北美洲5大湖之一的密歇根湖边，让芝加哥的天际线旁就能有宜人的城市休闲公园，想必也是芝加哥最早期被选中成为美国大城市的原因。芝加哥真的很美，可是芝加哥也的确遥远模糊着，它和纽约共同构成了美国东部和美国早期繁荣的起点。我漫游美国的行程离开这里，终于能去看到纽约。那边是一个 rest area 的休息室吧，有洗手间和那个一些零食卖，对。然后这里是整个 rest area 的一个绿地，对，你看到人也可以走上去，然后逛一逛。主要是会拿来遛狗什么的，就感觉，然后这边虽然只是一个休息站，可是修得好漂亮，对，会很舒服。Hello， 朋友们，我现在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对，刚从沃尔玛出来，补给了一些肉啊，然后那个油，然后一些调料等等，对。因为在美国的日常就要么在吃肉，要么在喝奶，所以这些东西就消耗得很快，然后只要不停的去沃尔玛或者 Costco 去采购。对，美东最近几天的天气不是很好，就基本都在下雨，
不过好在也是我赶路的这几天在下雨。今天在匹兹堡就没有什么参观的行程了，然后会今晚去到 Allentown， 对，还是在宾州的一个小镇。之后呢，明天会到达波士顿。对，其实到达波士顿有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到了波士顿就等于我环美自驾的行程已经成功了超过一半，因为我就不得不从波士顿在那个从美东开回，然后那个美西去完成环美行程的剩下一半，所以到达波士顿就可以说，然后环美整自驾这件事情已经成功超过一半了，还是蛮让自己激动的。对，再努力努力。然后正好到波士顿的时候天气也会变好，到时候不管去参观哈佛大学，还是然后去走下自由之路，然后都会有更好一些的心情吧。Just enjoy it。计划永远由变化组成。当我发现我能在纽约订到的青年旅社日期受限，我就只能果断改到先到纽约，再前往波士顿了。Tips： 纽约美东是全美国必须要交高速费的一个区域，而且必须是 ETC。Brooklyn and Staten Island. If you look out beyond the Statue of Liberty, you might see the Verrazano Bridge in the distance. It's the longest suspension bridge in the United States. 第一个景点就是自由女神像，这座来自法国的美国标志，是高于华尔街的人气之王。实际上的视觉效果也真的很大很宏伟，就像泰坦尼克号里出场的一样。沉船会经过自由女神像所在的 Island 岛屿，然后会去往下一个爱丽丝岛，这里更加的小众。爱丽丝岛移民博物馆是美国所有早期到达纽约的移民在奉献他们的人生建设纽约之后，也暗暗奉献出他们的经历，而成就这一个16世纪以来移民的展览。爱丽丝岛记录着几个世纪以来所有移民带来并发展的艺术、工业、生活。他们最初主要由欧洲的移民，可以说是难民组成。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开始有了中国移民的出现。中国移民竟然是美国西部开发的关键力量。尽管他们大概并非幸福地离开故土而辗转美国，但是历史的联系还是让我感受到命运的力量。爱丽丝岛传达出的不仅是美国移民史，也是全球移民史。曼哈顿的城市之美不仅能在自由女神像和爱丽丝岛欣赏，我更喜欢的是斯丹顿岛的轮渡上，你有更漫长悠闲的时间遥望着离开纽约或重返曼哈顿。华尔街果然是华尔街，也真的只是华尔街。时代广场可能真的只适合跨年奈，因为穿越美国后，我完全只有乡下人进城的感受，好吵、好忙、好乱。内向的人要慎选的旅行目的地，很难笑出来。大城市如纽约的景点都非常的密集靠近，美国的911博物馆距离时代广场可以步行到达。纪念馆的2座方形水池占据了曾经双塔的位置，象征着袭击夺走的生命留下的虚空，以及美国人被掏空的心。但是大家记得要避开闭馆日。我现在到了纽约的中央公园了，对，这里应该算是纽约最喜欢的地方，然后纽约我最喜欢的地方就很舒服、很自然、很安静，对，
跟整个纽约那种很吵，然后很闹、很拥挤、很焦急的环境比起来，这里真的是就是避世所在的感觉。我认为纽约的中央公园可以单独建成市了，这里也太大了，而且道路设计这么宽，户外运动的天堂。Oh, I got you. 抓一只小松鼠，还在吃东西。Oh my god， 好可爱！中央公园里的草木宁静，把整个钢铁巨城的噪音都屏蔽。我想，这对于每个纽约人来说才是最重要的。无论再多高楼林立，可是内心的平静只在这里能找到。在纽约的中央公园，准备跑个至少5公里吧。对。其实出来自驾，然后能跑步的机会太少了。在这儿能跑的话，真的算是太舒服了，释放天性啊！纽约马拉松的部分赛段就在中央公园。对于一个马拉松业余选手，环游世界跑步真的很有吸引力，很开心。马拉松算是一项城市中产运动，它需要符合路面的要求和距离，这也是纽约马拉松才能成为全球6大马拉松之一的原因吧。刚跑了5公里，小小的出出汗，不错不错，主要是真的很舒服，阳光明媚，绿草如茵。你说纽约是最不像美国的城市，我发现纽约又很像美国的极限缩影。抵达纽约，离开纽约，才有美国梦醒的感觉。它是你听到的第一个描述，也将会成为你的最后一个悬念。朋友们，我现在在波士顿的海边，就波士顿靠海，然后这里只是很随意的一个海湾，一个沙滩上吧，礁石上。对，我从美国的西海岸洛杉矶出发，一直开车，然后走过了太平洋海岸公路，然后穿过整个北美大陆。现在我从太平洋，然后终于开到了大西洋。对，我背后这个就是大西洋，对，是美洲大陆和欧洲、非洲之间的那个大西洋。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大西洋。对，真的就是不管 gap year 是不是快乐的，但是旅行永远是快乐的。即便此刻我只是站在大西洋岸边，但是在地理位置上那种时空穿越的感觉依然让自己很激动很幸福。对，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大西洋。